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央媒不夸诚意演技，却夸到点子上，宋佳这话没说错。一提起诚意，你最先想到的是啥？是琉璃里把人虐到想递纸巾的雨丝凤，还是沉香如屑里一人分饰三角，愣是没串戏的应渊？反正他这句抛脸本时，观众早认了，明明角色跨度大到离谱，却从不让人出戏。去年莲花楼多火啊！别的古装剧扎堆谈恋爱，他偏掺了悬疑，诚意演的角色更绝，从鲜衣怒马的红衣少年，落到一身病气的乡下村医，俩状态切换的让人忘了是一个人。尤其是碰到朋友时，想凑过去又怕连累人的那股犹豫劲儿，演的也太戳心了。爱奇艺数据摆在那儿，单集同时在线100万人，站内峰值飙到10118，周边都卖爆了。结果剧正播的热闹，就赚他跟同组吴诗乐谈恋爱，说啥行程重合，穿同款，生日发应原色新型还好欢瑞很快澄清，谣言才算歇了。后来赴山海开播，大家抱着莲花楼的滤镜特期待，开头数据还行，后面就垮了，制作操剧情垮的吐槽堆一堆，还扒出好几个穿帮镜头。更麻烦的是他直播，本来想让大家认真看剧，说建议关了多任务窗口专心看，要是边刷牙边随便瞄，别点开浪费会员，结果被揪着浪费会员说他说教，网友还对我买的会员想咋看咋看。其实他后面补了句观众是我老师，可惜没人听说到底，他是觉得好多人没看剧就瞎吐槽演技不公平，这事儿真没毛病。好在最近他新剧《天地见心缘》狐妖小红娘王全篇要上了，预告一放，央媒先夸了媒体演技俩字，却比谁都戳点，说他还原万箭穿心名场面，还说打戏每一帧都值得细品，每招每式都带角色骨血。另外长安24季，央媒就评了一句诚意一抬眼，全模位就有了，你看一个眼神立住角色，比空涵演技好实在多了。宋佳说演员演戏有时候不用技术，是用全部情感，诚意就是这样，不用演技炸裂的标签，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让人带入。等新剧开播，估计又要圈一波粉了。央媒不夸诚意演技，却夸到点子上，宋佳这话没说错。一提起诚意，你最先想到的是啥？是琉璃里那个为了爱人拼尽所有，哭到让观众心碎的雨丝凤，还是沉香如屑中一人分饰三角，眼神一变就让人分不清是应渊、唐周还是玄烨的他？其实不论是哪一部，诚意都在悄悄做着一件事，用真情感取代技巧感，用信念感替代表演痕迹。剧抛脸的代名词，剧抛脸这词现在已经快成了诚意的代称，不是说它长的没辨识度，而是因为它每一个角色都像重新重生了一次。从琉璃那个被虐到极致，却依然守护爱情的少年雨丝凤，到沉香如屑那种三重身份的复杂人物，再到莲花楼里既有江湖气，又带病态美帝李莲花，他能做到的不只是换一张脸，而是换一种灵魂。观众为什么信他演的每一个角色？因为他真的信自己演的人物，那种信念感是无法靠技巧堆出来的。就拿莲花楼来说，这部剧的成功不是偶然，它没有高奢宣发，也没有爆炸式的滤镜，而是靠剧本加表演硬生生打出了一片天。诚意在剧里，从意气风发的红衣少年李相夷，到病骨嶙峋的李莲花，人物的每一次变化都不是外在的化妆或造型完成的，而是他从骨子里换了一种气息。尤其那场他与朋友重逢的戏，眼神中有喜，有怕，有克制，有自嘲想上前，却又怕连累人，想逃却舍不得。那种情绪的层次感，
像一根线，一点一点绷进观众心里。难怪莲花楼能在爱奇艺站内峰值破1万，周边卖到断货。真正的好演员，不靠话题也能让观众买单。风波之后，依然坚持。可人红是非多，莲花楼正火的时候，一波恋情传闻也跟着来了。有人扒他和同剧演员形成重合，衣服同款，生日应援颜色一致，一时间网上吵得沸沸扬扬。好在欢瑞很快澄清，谣言止于智者。可这场风波也让外界看清程毅的一面，他不吵不闹不解释，依旧安安静静的拍戏练戏。后来他带着赴山海回归，观众原本期待很高，开局数据还不错，可中段因为制作粗糙、剧情散乱被吐槽。程毅被骂得最狠的一次，就是那场直播风波。他在直播中劝观众看剧要专心点，别边刷牙边看，结果被误解成说教，背对你管我怎么看。但很多人没听到他后面那句话，观众是我老师。程毅其实是心疼作品，他拍戏认真到近乎倔，希望别人也能认真的看。只是这份认真被误读成了高高在上。有时候，好演员的执着反而成了争议的起点。央媒的夸奖比演技炸裂更高级。最近《天地见心缘》狐妖小红娘王全篇的预告一出，央媒第一时间发文点赞。你仔细看那篇评论，全程没出现演技2个字，但每一句都夸到骨子里。他们说程毅还原了万箭穿心的名场面，每一帧都能看出角色的痛楚与坚持。又说他的打戏每招每式都带着人物的骨血。这句话有多高级？这不是在夸他演得好，而是在夸他信得真。演员的终极境界不是演出来，而是活出来。当观众忘了你是谁，只记得你演的那个人时，那就成功了。还有《长安24季》预告里，央媒只写了一句：程毅一抬眼，全眸位就有了。一个眼神立住角色，比无数个演技炸裂的词更有力量。宋佳那句话道破真谛。宋佳曾说过一句话：演员演戏有时候不用技术，是用全部的情感。这句话放在程毅身上再合适不过。程毅的表演不是技巧流的，而是感受流的。他拍情绪戏时从不用力，却能让观众跟着落泪。拍武戏时不用替身，哪怕挂威亚挂到脱臼，也要自己来。拍哭戏时从不滴眼药水，只靠情绪逼出泪点。有一次沉香如屑杀青，他一个人坐在现场哭了很久。导演去安慰他，他只是笑着说，有些角色离不开。那种舍不得，不是作秀，而是他真的把角色当做了朋友。不解释的演员更难得。程毅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解释。他很少上综艺，不炒 CP， 不买热搜，不发声明解释风波。他在采访里说过一句话：演员要让观众记住角色，不是自己。这一句话看似平淡，却是如今娱乐圈最难做到的事。太多演员在红之后被光环包裹，反而迷失了演员的本质。而程毅依然是那个拍完戏就回片场的人。他不急着走红毯，不追热度，只专心拍戏。哪怕作品口碑两极，他也不甩锅，不抱怨。有人说他太闷，其实他只是太纯。用作品说话才是最硬的底气。程毅的路子越走越稳。莲花楼的爆红是实力的积累，天地见心的期待是观众对他的信任。长安24季的惊鸿一瞥又一次证明他能撑得起古装大男主。他不是爆红型演员，而是水滴石穿型。一步一脚印，不炫技，不浮夸，靠的是扎实的演技与真诚的态度。而央媒那种不提演技却夸到骨子里的认可，其实正是对他最大的褒奖。因为在真正懂戏的人眼里，演技好不是夸词，
有角色的骨血才是顶级评价。娱乐圈里不缺红的人，也不缺会演戏的人，缺的是像程毅这样愿意安安静静的演好戏，不靠流量，不炒噱头，用作品赢得尊重的演员。宋佳那句话没错，真正的好演员不靠技术，而靠真情。而程毅就是那个不用说演技炸裂，却能让人信了他就是角色的人。等天地间新一波，程毅恐怕又要用一个眼神，再度让观众心动。